无畏曲折迷离 ，K 姐奇探秘。大家好，我是 K 姐，欢迎回来。2021年6月25日，美国五角大楼发布了一份举世瞩目的 UFO 报告。这份报告详细地说明了政府对不明空中现象及 UAP 的调查情况。除了报告的内容，很多人也对美国政府突然改变了对 UFO 事件的态度产生了好奇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守口如瓶几十年的五角大楼突然公开了对 UFO 的研究结果呢？事实上，这一切都和一位神秘的 UFO 专家密切相关。那么，这份报告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美国五角大楼又有哪些针对 UFO 的秘密项目呢？这一切要从2020年的一项法案的颁布说起。这年的12月27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支出达到了2.3万亿美元的拨款法案，来作为冠状病毒援助、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的一部分。但普通大众后来才发现，该法案除了用来刺激经济之外，还隐藏着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目的。在法案中，一个名为“高级空中威胁”的标题下，有着这样一个规定：它要求国家情报总监与国防部长一起合作起草一份 UFO 报告，以此揭露政府所知道的关于不明飞行现象或 UFO 的一切，并且迫于公众的压力，部分国会的成员，特别是那些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成员，也加入了这份 UFO 报告的编写行列。而给予他们的时间也是固定好的，只有短短的180天。这项规定对于 UFO 的研究人员来说意义非凡，甚至受到了许多华盛顿官员的称赞。他们认为五角大楼，也就是美国国防部，对于 UFO 现象的研究是过于保密了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，有关 UFO 的报道层出不穷，而政府明明有足够的时间和理由来调查这些事件，但直到2019年，他们才开始认真地整理数据。因此，2020年新法案的规定对 UFO 事件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分水岭。许多主流媒体也开始对此进行报道和猜测，有没有可能研究人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在官方报告中承认人类在宇宙中其实并不孤单呢？更加让人好奇的是，美国政府是如何从几十年来一直否认 UFO 的存在，突然转变态度，要公开关于 UFO 的报告呢？其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呢？事实上，这项政策上的重大改变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的一系列秘密会议上。会议的第一个关键人物是乔治·奈普，他是拉斯维加斯的一名电视台记者。1995年，他对内华达州51区的最高机密设施进行了调查，并因此在 UFO 领域有了名气。之后，他又花了数年时间，与一位在内华达州有着很大影响力的参议员哈里·瑞德讨论了 UFO 事件的真相。乔治本人介绍说，瑞德参议员原本就对51区和国家安全问题非常感兴趣，他们一致认为科学无法解释的 UFO 现象是真实存在的。此后，他们因为 UFO 而展开了一场持续了30年的秘密对话。会议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罗伯特·毕格罗，他是内华达州身价超过了10亿美元的酒店老板和航空企业家，他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 UFO 爱好者。1995年，毕格罗出于兴趣成立了国家发现科学研究所，这是一个私人资助的研究组织，它的宗旨在于调查各种科学不能解释的 UFO 现象。记者乔治·奈普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，立马告诉了瑞德参议员，并劝他应该去看一看。而事实证明，瑞德的确对毕格罗的研究项目很感兴趣，两人也因此达成了共识。可以说，这对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都至关重要。在2007年的晚些时候，毕格罗在瑞德的帮助下，从五角大楼获得了2200万美元的资金，用于资助一项长达5年的高级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，即 AATIP。这在当时是一个政府的机密项目。
目的就在于调查空中无法解释的 UFO 或者不明飞行现象。国防部很快就确定了调用前美国陆军反情报特工路易斯·艾利桑多为该项目的负责人。他在后来也成为了促使五角大楼发布 UFO 报告的关键人物。艾利桑多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，负责监督不同部门中的小团体，他们会互相交换机密信息，并尽量保持低调。在研究了政府的秘密文件之后，艾利桑多确信不明飞行物的确存在，而且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。但让他感到失望的是，他的话并没有得到重视和信任。可以说，五角大楼内部的官员不但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个项目，而且还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一直在掩盖和压制有关 UFO 的信息。由于无法忍受五角大楼对他工作结果的敷衍态度，他的上级甚至还拒绝把他的 UFO 汇报呈现给当时的国防部长詹姆斯·马蒂斯。2017年10月，艾利桑多从五角大楼辞职了。他在采访中是这样说的：“我看到的太多了，我跟很多人谈过，但并没有听到多少报道。我知道这是真的，我的良心不能让我把头埋在沙子里。为了让别人明白我的观点，我不得不离开我热爱的工作。”然而不久后，艾利桑多终于迎来了转机。原来就在艾利桑多被迫辞职的同时，摇滚乐队 Blink-182的联合创始人汤姆·德隆格成立了一个名为 TTSA， 也就是 To the Stars Academy 的组织，其目的就在于揭开 UFO 事件的真相。汤姆组建的这个团队，其中还包括了政府情报机构、航空航天机构和那些掌握了尖端技术的业内人士。而艾利桑多在得知这个团队后，也几乎立刻就加入了这家公司。与此同时，他也给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UFO 情报，其中就包括后来被公开的来自于五角大楼的由美国海军拍摄的 UFO 视频。由于艾利桑多与 TTSA 公司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，那就是揭露政府所隐瞒的 UFO 真相。为此，他们还请来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克里斯·梅隆。他不但是五角大楼的官员，而且还是情报机构的内部人士。梅隆很快就安排了一次与畅销书作家雷利斯·齐恩的会面。多年以来，雷利斯一直试图吸引主流媒体对 UFO 的关注，因此梅隆和艾利桑多向他透露了 AATIP 计划的存在，并承诺如果他能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刊登一篇针对 UFO 的报道，他就可以看到有关 UFO 的视频证据。还有人可能好奇了，说为什么这些人会找到这个作者来进行曝光呢？原来之所以会和雷斯利进行合作，还有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。原来雷斯利的叔叔托马斯·齐恩是新泽西州的前州长，在政界的人脉非常的广，因此雷斯利随后不久就与两位资深的记者进行了合作，他们分别是《纽约时报》的拉尔夫·布鲁门塔尔以及《时代周刊》的海伦·库珀。有趣的是，当拉尔夫听说了政府的 AATIP 项目之后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公开这个故事，于是他直接将这篇文章提交给了《纽约时报》的主编迪恩·巴奎。于是在2017年的12月16日，拉尔夫和海伦关于五角大楼机密 UFO 项目的报道终于登上了《纽约时报》网络的头版头条，并引起了轰动。这篇报道获得了几乎是《纽约时报》历史上最多的浏览量，而且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，因为从这之后，其他和《纽约时报》一样的主流媒体才开始对 UFO 现象进行广泛的报道。美国国会同样对 AATIP 项目泄露出的视频感到震惊，并且要求情报机构立刻做出回应。一时之间 ，UFO 成为了国会最热门的话题，不仅包括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在内，几乎每个国会的议员都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认真的对待。自1947年著名的罗斯威尔 UFO 坠毁事件之后，70多年了，对 UFO 的研究终于获得了主流的认可，五角大楼也不得不对此做出了回应。
2020年8月，五角大楼还承认存在着另一个类似于 AATIP 的项目，被命名为不明空中现象专案组 UAPTF， 并且在10多年来，该项目一直在向国会委员会和航空航天高管提供机密的简报。然后就出现了我们在视频开头看到的法案签署画面。此法案要求五角大楼在180天内公开政府对不明飞行现象所了解的一切情况。但奇怪的是，就在180天倒计时开始的时候，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却突然声称艾利桑多与 AATIP 无关，并攻击他是个疯子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诽谤，艾利桑多在2021年5月3日向检察长提交了一份64页的投诉。他认为五角大楼此举是想要通过抹黑那些有着良好声誉的吹哨人，来尽可能的压制或者说是扼杀关于 UFO 这场必须公开的对话。这一点从2战以来，美国政府就一直在极力否认目击者关于 UFO 的证词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当五角大楼在2021年试图诋毁艾利桑多时，很多人都担心历史再一次会上演。但令人欣慰的是，检察长在接到了艾利桑多的投诉后，立刻就展开了严肃的调查。而且这一次，美国军方真的在180天到来之际，也就是2021年的6月25日，提交了一份9页的报告。那么这份报告究竟揭露了怎样的真相呢？又是否揭示了所谓的全部内容呢？我们下期视频再接着聊。